我叫陆嫣，是个川道书里的美食博主。且看我怎么靠这门手艺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我穿书了，他我不要了，其他的我一块带走。嫣儿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她是原书女主简红玲，而我只是个开局便会被卖掉的路人甲，绝不能跟她走，我得先留在这里。这个10两，你再添5两，云下几个一并带走。12两，4个人，这个病丫头留下。行吧，真是倒霉。陆老大，原书里就是他买下简红梨，给了他一个家。爹，你终于来接我了。啊，我不是你爹。爹，求求你把我买走吧，我会挣钱报答你的，我可会做饭了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怎么卖？想带走5两，1两，1两银子，赶紧带走。我这是让一个小丫头给骗了。丫头，你有名字吗？有的，我叫陆嫣。我们一家也姓陆，我们家就在陆家村。这就是缘分天注定，何该我们做一家人？以后你就是我爹了。我看你刚才咳得厉害，可要找个大夫看看。那都是骗人牙子的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我要不装病就被买走了。这孩子年纪不大，倒有几分机智，不但保住了自己，还替我省下不少银子。或许带他回来，真能让家里有些变化。这是我儿子陆胜，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。等等，瘸腿的娘，病弱的弟弟，见底的米缸。爹，你买我回来，不会是让我养活全家吧？你多大了？我13。我比你大，以后我就是你姐了。你怎么了？厨房里我蒸了一锅馒头，不太对劲儿。这是什么？暗器吗？你是不是没发面？发什么面？蒸馒头得先发面，不然蒸出来就是死面疙瘩。老教头发面慢，离中午还有一阵，正好先看看能做点什么吃。豆腐若配上鲜鱼，正好能炖一锅鱼头豆腐汤。咱家有鱼干或者鱼叉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去后院看看吧。爹，他干嘛去啊？回来路上看见了翠禾，说是要摸鱼去。我不摸了，我没这个能耐。还是看我的吧。好香，这真是鱼汤的香味儿，怎么一点腥气都没有？汤还得再炖一会儿，正好把馒头蒸上。这些不能吃了吗？能吃，泡进鱼汤一样不浪费。这是给娘的，我去吧，正好见见娘。娘，你怎么哭了？好孩子，不用守着我了，快去吃饭吧。那娘吃着，我一会儿来收碗筷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太好吃了。过了晌午，你跟我上山去吧。我也要去。刚吃饱就坐着看书，也不怕积食，跟我上山消消食。现在家里一年能有多少进香？爹做木匠，1天30文，
娘没摔伤时替人洗衣缝补，一日也5-6文。家里还有几亩地，1个月大概能有1两银子。在寻常农家里不算富裕，倒也饿不着，条件其实也不差。那你读书呢？书贵，4书5经买齐要7-8两。我的书都是自己抄的，家里供不起，我读了半年便回家自己学了。难怪家底见了空，可书不能不读。考不考得上还不知道，何必再拖累家里？书必须读。至于钱，我来想想办法。这么多山楂树，都没人摘吗？山楂糕、山楂片和糖糊都要糖，糖太贵，果子酸的倒牙，没人稀罕。做甜食是费糖，可晒成山楂干也有用，能泡水解腻，总比烂在树上强。摘，先摘这些。这也能吃？能，包包子、包饺子、包馄饨都鲜得很，不用花钱也能把日子过好。连没人要的野草，他都能想出这么多吃法，他莫非真会变戏法？昨天还在担心会被卖给老鸨，转眼便过上了安稳日子。接下来我得好好生活。拿着玩去吧。你打发小孩呢？哼。瞧你这小肚子，都撑鼓了。还不是你做的太好吃了。豆腐是剩下的，鸡蛋是家鸡下的，鱼是河里插的，山楂荠菜也没花钱，省下的银子正好可以买肉。我今天得去上工，这是100文，让圣格尔陪你去镇上，路上当心。馒头1文，素包子2文，一沾肉和糖，价钱立刻翻几倍。镇上的人是真舍得为这2样花钱。走，先去买萝卜和白菜。这些洋芋、番薯只能蒸着吃。他们可不是只能蒸着吃，等回家你就知道了。老板，这块五花肉怎么卖？你指的可是上等好五花，20文1斤。就这也算上等好货？那你店里剩下的岂不都是狗都不要的货色？你个死丫头，说谁的肉狗都不要！呸！什么东西？真当我是好糊弄的小孩？别气，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肉。这肉真漂亮。姑娘识货，这块好五花17文1斤，要得多还能便宜。这些棒骨怎么卖？骨头不值什么钱，3文1斤。我给您50文，您称3斤五花肉，再把这些棒骨搭给我。要是成，以后我还来您家买。成。这么高兴？过年时家里也没一次买过这么多肉，许多熟食这里都没有，可现做现卖太费时间，得找一种能在家做好的。看见了吗？那就是圣格尔他爹买回来的，瘦瘦小小的，也不像有福气的样子。老大媳妇摔断腿，看郎中买药花了不少钱，他家哪还有闲钱挑人？怎么，你还想生吃？这肉你打算怎么做？肉夹馍成本太高，不适合刚起步，可肉汤配上红薯淀粉，正好能做嫩子。先吃饭，吃完再把肉炖上，再拿红薯做样你没吃过的。肉夹馍配嫩子，既能把价钱压下来，又能让人吃到肉香。只要这2样做成，我的第1门生意就有了。这锅肉得慢炖，至于锅里的汤汁，待会儿还有大用。你怎么把红薯全磨成浆了？因为我要的不是红薯，是藏在里面的淀粉。等
等爹回来，得让他给我做把躺椅。照这个忙法，还没发家致富，我先累趴下了。中午那2大碗面这么快就消化没了？我就来看看。吃完这一块就回去看书。这真是猪肉！回去看书，开饭前不许再来。这么多肉全做了。娘，您每日躺着休养，不能吃太多肉，不然不好消化。爹，我和胜哥今天去镇上转了转，我想做点吃食生意，补贴家用，您看行吗？你的手艺肯定没得说。你想卖什么？镇上已有的吃食，咱们就不掺和了。我想做点别人没有的，只是做好后带去镇上，得有个能保温的东西，像手炉、脚炉那样，得做大一些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明天我就给你做一个。谢谢爹。这半罐先拿来试试，焖子要是卖得好，以后就多买些红薯，再让陆胜帮着搓，正好练练力量。同样2个鸡蛋，今天的汤怎么像多了1倍？这就是红薯淀粉的用处，肉汤有了，红薯淀粉也有了，终于可以做焖子了。别看模样丑，这却是能挣钱的好东西。鲜肉放的少，肉汤的香味却半分不差。这是什么？荷叶饼，待会儿夹菜吃。燕丫头，你要的东西做出来了，这里装炭，扣上2层盖，再把吃食放进去，至少能暖和2个时辰。足够了，爹，快洗手，马上开饭。这就是我打算卖的吃食，先尝尝焖子。好浓的肉味儿，我还吃到肉碎了。嫩子是肉汤做的，总共只放了1块肉，成本低。这个荷叶饼还能夹土豆丝、夹炖肉，想吃什么就夹什么。丫头，你的手艺真不错。夹土豆丝3文，夹焖子4文，夹肉6文。爹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价钱公道，就怕卖不出去。先让客人免费尝，第一次不做多，每样只备10份，卖不到咱们自己吃。行，那你明天就去镇上试试。这招牌一挂，咱们的小摊就有名字了。30个饼，能不能卖出去，就看今天了。走过路路过瞧一瞧，卖饼喽！先尝不要钱，好吃再买。咱卖的是荷叶饼，一个有馒头那么大，掰开夹东西的。夹土豆丝的是3文钱，夹焖子的是4文钱，夹炖肉的是6文钱。这又是什么？肉汤熬的焖子，先尝，不喜欢就不买。这东西怎么满口都是肉味儿？我还吃到肉沫了。虽然不是纯肉，也能过过嘴瘾。来一个，给我来个夹沫子的。干活的人舍得花3、4文吃饱，却舍不得6文吃肉。明日肉少备一些。博文兄，你这是好字，这是谁写的？寿甲弟写的，我家可不止字好，荷叶饼也好。各位吃饭了吗？你们夸我弟弟的字，我请你们吃东西。这怎么好意思？
你们吃着好，多多宣传，以后常来吃就好了。来吧，接受脂肪加碳水的冲击。姑娘，这肉是你炖的，比我娘炖的好吃。当然是我炖的，用了10多种香料呢。明日我还来，买一个带回去给爹娘尝尝。好呀，明日我还在这个位置，早点来，还有素的呢。姐，你今天一上午就挣这么多啊？除去买肉的钱，今日进账90多文，再刨去成本，净赚大约5、60文。照这样下去，1个月挣2两不成问题。举人老爷1个月也就挣这么多吧。一个慢子的，一个肉的，肉的给我爹妈，我吃慢子的。6文钱呢，实在舍不得。我家6文钱可是实实在在一大块肉。再看那馄饨和包子的肉馅，点到为止，包了1年猪都没受伤。你这小娘子也太粗习了。行，我也尝尝这一大块肉。10多种香炖出来的，味道绝不会让您后悔。肉原来能是这个味道，我以前吃的那些也配叫肉？我倒要看看什么字能让博文兄牵肠挂肚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今日只剩6块了。先给我来一个，你们看，就是这字儿写的是不是很好？这小婶儿，这摊子叫陆记，姑娘应当姓陆。陆姑娘，令弟也是读书人吗？不知跟随哪位贤师学习？弟弟是读书人没错，但目前在家自学，没有跟着老师。陆姑娘，我有心与令弟结交一二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。交朋友这事儿，我回去跟他说一声，看他的意思。陆姑娘，我觉得你这肉炖的实在太好，想买回家让长辈尝尝。肉不用切，馍饼也不要，连这罐子一起给我吧。哎呀，你要便拿走，一个罐子值什么？怎么给这么多？陆姑娘听说过1点馍吗？那就是他家的产业，吃大户不心疼。失敬了，没想到不仅是书生，还是个富家少爷。夫人，这道菜是少爷家的，少爷说是街上看到的吃食，特意买来给老爷和夫人尝尝。文儿有心了。老板，以后我日日来买2斤肉，天冷后也会3、5日买一次，长期拿货15文1斤，成不成？陆姑娘生意越做越大，我也跟着沾光。今日进账223文，刨去昨日成本，净赚180多文。若能稳定，1个月就是5两银子，这半两是意外。收了人家的厚礼，就该回一份特别的吃食。又要我干什么？今日不让你磨淀粉，我出去卖吃食时，有个叫宋博文的书生想认识你，说你的字写得好，他是1点摸的少东家。认识我？可是我以前真没交过朋友。真没交过？你若想跟他来往，不如先做个笔友。你给他写封信，我摆摊时替你带去。愿不愿意深交，以后再说。好，这个太漂亮了，就是一看便贵，不好卖。说得对，这本来也不是卖给普通人的。宋公子昨日带走3块肉和1个罐子，给了半两银子。半两？我明日送他6个尝尝。宋公子，舍弟生性腼腆，不知道怎么交朋友，你们先执笔交流。这是他写给你的。陆姑娘，昨日的肉我带给父母尝了，他们都很喜欢。家父近日愁得吃不下饭，昨儿难得多吃了几口，可把我母亲高兴坏了。那可太好了。我今日也特意备了样新鲜吃食，你带回去看合不合令夫的胃口。昨日的肉香料繁复，今日连饺子皮都从未见过，这店主真有些奇思妙想，想来是位见多识广的娘子。这个店主确实是个妙人，若你们知道他的年纪，
一定更吃惊。多大年纪？我也不好问人家这种事儿，不过看起来比我小得多，大致只有11、12岁。最开胃的蘑菇酸辣，酸菜3日便能腌好，到时做酸菜鱼。自家吃，送宋家，剩下的还能卖，一条都不浪费。我还没泡，你怎么都吃了？直接吃也好吃。很不错，这个可以卖。鱼糕明日卖，馄饨算了。我那天刚笑话街边馄饨放馅儿，点到为止，转头就去抢生意，不厚道。3日后，这坛酸菜就可以开封了。纯鱼肉鱼糕，夹饼3文，只卖今日，先到先得。小娘子，你这鱼糕真是纯鱼肉做的，怎么卖这么便宜啊？鱼是我自己抓的嘛，所以便宜。但是做这个太麻烦了，估计就今天一次，给大家尝尝鲜，先到先得，以后就没了啊。宋公子，陆姑娘，那半两不是想让你日日给我做吃食，只是你做的太好，我实在拒绝不了。不值什么钱，拿回去让厨子把馄饨煮熟便是。父亲，这摊主虽然年纪小，于吃食一道却见识不凡。他有个弟弟，也是读书人，写的一手好字。他那牌子上“陆记”2字，便是弟弟所写。我当初与他结识，也是因为看中了那字。他们姐弟俩都非池中之物，父亲发愁的是，或许真能帮上一二。那字果真很好，铁画银钩，力透纸背。帮打法蛋清。要是不好吃，下回可别再叫我干这种苦差事。绝对让你觉得力气没白花。这点心叫什么？蛋糕。虽说贴切，却未免太直白，不如叫云朵糕。有比这更像云朵的，下次做给你吃。这个你打算卖吗？镇上百姓舍不得吃这个，明日给宋公子带2块，剩下的咱家自己吃。那日你说的事儿，我觉得可行。老板，这下水多少钱？下水3文1斤，你是老主顾，算2文。霜降一过就要入冬，能久放的粮食必须趁现在备足。你发什么愁？想沏个烤窑烤东西，在犹豫怎么沏。你还打算自己沏？村里找个泥瓦匠不就行了？卖烤饼的人也不是自己砌炉。嚯！你确定这东西真能做好吃？我确定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是刚才那盆下水的味道。还不能吃，泡得越久越入味儿。你来了以后，家里的日子都好过了。等我腿好了，就跟你一起摆摊儿。潮食摊1月约6两，再攒几个月，或许真能租下一间小铺子。这东西买的很便宜吧？东西虽便宜，去腥入味的香料却不便宜。这一坛真正费钱的是卤料。你是不是打算拿去卖？可客人听说是下水，真肯买吗？
让他们尝一口就会买。明日试试。小娘子，下水这么便宜，你只比肉少一文，是不是太贵了？下水便宜，去腥入味的香料却不便宜。您先尝，好不好吃，再论贵不贵。宋公子，这是我新做的卤味，用的是猪下水，味道虽好，只怕令尊令堂接受不了。陆姑娘，我有事相求，借一步说话。陆姑娘，既然是有事求你，我便直说。我家做的是文房四宝和书局生意，若想把生意扩到县城，关键便是今年能否拿下县学采买。金旗镇也有一家想做这笔生意，货色与名声都不输宋家。若想把生意扩到县城，关键便是今年能否拿下县学采买。金霄镇也有一家想做这笔生意，对方办了菊花宴请县学先生与采办，可几位来客都没怎么瞧上。我父亲也要办一场，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赢。我想请你们姐弟帮宋家办宴。办宴找我，为什么还找陆胜？他文采好，又是读书人。陆胜如果明年的同试过了，自然是要进县学学习的，所以我想着到时候带上陆胜一起去。你明年是不是要下场考试？县试要统考之人作保，还要临升保举，往后的府试、院试也少不了保举路费和笔墨，前前后后至少要花1-2两银子。我知道了，你继续说。前几年我不是不能下场，只是家里的情形你也看见了，我想等有万全把握时一次考中。如今家中大半进项都是你挣的，所以得问你，想不想让我明年下场？这点钱我还能供不起，考。行，那就考。宋公子想请咱们姐弟一起替宋家办宴，这个活儿你接不接？接，若能借机了解县学的规矩，对明年应试也有益处。我们的人探听到县学先生评价金须镇的宴司空见惯，无甚新奇，又说花团锦簇，表面文章，就是说没新意。那咱们做些他们从没见过的。不只要新奇，他们嫌的是只有排场，没有内里。菊花号称此花开尽更无花，那咱偏在赏完菊后把百花留下。若能让冬日百花齐放，做成仙境，自然新奇。我家虽有暖房，可所有花搬出来也不够。你们就卡在这儿了，真花不够，用假花不就成了？呵呵。除了布景，还得处处让人看见宋家的笔墨砚。你家能不能做出硬挺的画纸，再裱到竹架上，让它立在地上？可以试试，应当不难。纸上画花神，沿轮廓裁下，再裱到竹架上，立在假花后。客人赏景时看到的也是宋家的纸和墨。假花交给首饰铺的珠花匠人，画纸和竹架我让作坊试做。这是我准备加的菜，你拿回去给令尊令堂过目，若觉得合适，我明日上门试菜。这都是什么菜？牡丹花馍、桃花蒸饺、菊花鱼酥、开水白菜和黄瓜盅。名字确实雅，明日让他来试菜。菜单上这道开水白菜，此开水当真不是白水，一颗白菜真能比肉还好吃。此开水非比开水，要用猪整、老母鸡和鸭子熬，我保证你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菜。明日去宋家，你便知道了。我已经信得好吃了。一会儿我去抓2条鱼，今天吃酸辣鱼吧。嘿，
宴上不做这道菜是他们的遗憾。这么大一盆，哪里雅了？你别给他们用盆盛不就完了吗？一人一粥，名字就叫青山万里一孤舟。读书人还是厉害，同一道菜换个器皿，换个名字，立刻亚雅不少。父亲，这位便是陆姑娘，这位是她弟弟陆胜。流芳殿的主意正是我们三人一同商定的。快坐，博文，叫人把点心端来，莫饿着两个孩子。宋老爷，咱们是来合作的，您别把我们当孩子。好，今日厨房和材料都交给陆姑娘。这道牡丹花馍叫国色天香，漂亮。菊花鱼、荷花酥、黄瓜公。半只肘子，一只鸡，两只鸭，就熬成这碗清汤。此开水非彼开水，汤才是精髓。这道叫青山万里一孤舟，是我强烈建议加进来的压种菜。菜谱就按这个定。周公子迟迟不落笔，可是有什么难处？三位为何而来，我已经知道，可我只善花鸟，确实画不好人。我最善花鸟，可人物总被人说匠气太重，毫无神韵。用画花鸟的方式画人也不成吗？正因我用的是画花鸟的方式，才被说匠气太重。我要的就是这种，不过有些地方还要改一改，少了一样东西，光影。你看，光从一侧照来，同一个苹果两边颜色也不同，人物同样如此，要仔细观察明暗与投影，才会更像真的。你的意思是，画人物时也能画上这些暗色部分？不错，你看这样是不是更像真的了？12花神，越像真人越好。先画3张，2日后来取。好，好，好。为什么3个花神是同一张脸？我见过的姑娘太少，脑子里只能想出这一张脸。你这个年纪不许去那种地方。谁想去青楼了？州城太远，恐怕要等陆生考举人时，才可能再见到简弘礼。宋公子，你怎么累成这样？周恒只管埋头数画，那些姑娘全是我在应付，别提了。好，这才是12花神，就用这12幅。菊将谢，梅未开，宋掌柜却敢叫流芳艳，我倒要看看芳在何处。那边怎么有个人？这是宋家自己的纸，自己的墨，几位大人可以摸一摸。这花也是假的？整棵树都是假的，怪不得叫流芳艳，确实有点意思。这是犬子宋博文，这是他的朋友陆胜。今日流芳宴由他2人操办，便让他们为诸位介绍。这都能吃？此幅花墨味同奶馒头，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，所以它叫国色天香。开水白菜，但此开水非彼开水，个中滋味大人们一尝便知。乍看清澈如水，细品才知内有乾坤。此汤用半只猪肘，1只老母鸡，2只肥鸭，从天未亮慢炖到午时，才得这一碗清汤。诸位大人，手边各有1只白瓷柱，这是留到最后的惊喜，现在可以打开了。这道菜叫青山万里一孤舟。宋掌柜，
是我等小瞧你了。我记得你家供的是林厨子，他近来厨艺竟精进如此。前头那些寻常菜是林厨子所做，这几道花宴菜却不是他的手艺。那是哪位厨子？好精妙的心思。正是佳姐。原来令姐才是掌勺之人，快请她出来，让我等见一见。都饿了吧？一起吃。陆姑娘，前边几位大人，请您过去。诸位，这位便是陆森的姐姐陆嫣。今日6道花宴菜皆出自陆姑娘之手。陆公子请帖上的字也颇见功底，若肯勤学苦读，来日可期。等到那时，陆姑娘也就熬出头了。若陆氏有幸中了秀才，进了学，日后还要劳烦各位先生教导。有心意，也有内力。单论今日展示，宋家以胜利筹。50两，太好了，有这笔钱，我开铺子的计划就能提前了。开在哪儿？镇上吗？我建议你不要。明年2月县试，4月府试，8月院试。我若考中，便要去县城，你不跟我一起走吗？这笔钱先不动，去县城要找住处、开店，读书赶考也处处要花钱。入屋、买书、置办笔墨，再加上赶考往来，1年20两也未必够。潮石摊每月5、6两，还是有些紧，得再添一门生意。圣戈尔他爹买的这丫头好像真有些厉害，听说在镇上摆摊卖吃食呢，每天早早去早早回，就待不到2个时辰，能挣几个钱？挣不了钱，他能天天大包小包往家买。你们没看见陆慎最近都长肉了？终于又吃到这一口了。我这1个月腿脚不便，还天天吃好的，人都胖了。胖点好，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都喂胖。镇上吃潮食的无非那些人，就算再添花样，也未必能多招来客人。我觉得得从别处下手。再卖木石？还可以做小零嘴儿，这个就不错。他现在每吃到一样东西，第一反应都是能不能卖。不过木石摊子确实开始准备了。我问遍了潮石摊的客人，大多数人木石都回家吃，真正需要在外买木石的只有2类人，一类是没有好饭吃的外地学徒，一类是独自在镇上求学的书生，人数虽然不多，却都缺一口便宜热食。16格分别放菜，下面用炭火煨着，客人想吃什么拿什么，再来一碗热面。爹，能不能照着这个样子做一只？上面放菜，下面烧炭保温，还得方便搬上驴车。能做，家里正好还有铁皮和木料，同你卖潮食的保温桶是一个道理。炭放在下面，汤和菜便能一直热着。要添炭时，直接把炭盒抽出来便是。正合适，明日就能拿它试菜了。丁公子，听说你不是本镇人，独自在私塾附近入了院子。是啊，陆姑娘若也卖木石就好了。我正有此意，只是锅、水和木炭来回搬不方便，能否借你的院子放些东西，每日再借我1桶水？没问题，院里空着也有井。不会让你白帮忙，以后的木石我包了。陆姑娘准备卖什么？明日你就知道了。丸子、肉片、素菜，再加面条，16格正好填满。荤菜还能加这个，下水便宜，卤过以后又香。卤大肠，荤串2文，素串1文，面2文，先各备10份，全卖完能进账200多文，加上潮食，我一天能赚300多文，1个月差不多10两。
爹娘差不多是这个数，没错。那50两的事儿，还是先别告诉他们了。他顺静候，你怎么了？像火烧了屁股似的。上堂不胜。我答应散学后给人帮忙，人家的家伙都锁在我院里，可别耽误了生意。散学。丁公子，今日请你尝全家福，每中都来一串。陆姑娘也开始卖木饰了，这是什么？陆记串串，素串1文，荤串2文，面2文，辣椒油、韭菜、菜黄随便放，不要钱。能不能只要面？当然可以。这么大一碗骨汤面，只要2文。卖得快的加量，卖得慢的维持10串，剩下也不怕，反正陆生都能吃完。只能吃出鱼肉、鸡肉和猪肉，他放了什么，怎么做的，我一点尝不出来。不用做的一样，咱们便宜不就行了？荤串1文，素串1文2串，照样有的赚。陆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，位置都让人占了。你们尝过了，好吃吗？难吃是真难吃，不过也是真便宜。我这味道是用贵价香料堆出来的，1分价钱1分货。孙家荤串卖不动，索性撤掉肉和骨汤，只留1文钱素面与便宜素菜。几个穷苦劳工围过去，2文钱便能吃到面和菜，有闲钱。重味道的书生仍排在陆记，两家客群彻底分开，竟相安无事。我是让他们压过陆宴，不是让他们挣这点小钱。要不明日找人，也给你盘一铺炕。不用，我身体好，不睡炕也不冷。我能和你一起睡吗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那炕1丈宽，分我一截怎么了？不就是2个小屁孩睡一个屋吗？中间隔着这么远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她本来就是爹买给我做媳妇儿的，分她半铺炕，应当也不是不行。早啊，爹。早。还有妾，若把她留在这里，必死无疑。陆相，你怎么了？我说了，你不要生气。我捡了个人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捡了个什么？我在翠河边发现的，他还有气儿，我不能眼看着他冻死。郎中说他有功夫，受了伤又被下了药。你知道他是谁，什么身份，是好人还是坏人吗？可我总不能看着他死在面前。这张脸和简红兰是同一种不属于普通村民的画风。陆胜捡回来的，不会是原书男主吧？二皇子是你可算醒了，能自己做起来吃吗？公子是什么人？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？为何会倒在我们村？我叫秦泽，京城人士，因仇家追杀逃到这里，多谢二位相救，我暂时无法离开，还要叨扰几日。果然是太子秦泽，
就是他在外行走的化名。公子安心养伤，争取早日康复。早点康复，早点走人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就敢往家捡，你真要气死我！他说了自己是秦泽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啊！报个名字就要说了，谁知道要假命？他的仇家若追来怎么办？咱家谁打得过？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？让爹在翠河边搭建木屋，以后遇见这种人，放木屋，请郎中按时送饭，仁至义尽，绝不能再领回家。这姑娘是真狠。伤口要长得快，就得多补充蛋白质。陆姑娘的厨艺便是宫京城的大厨也未必比得上。伤没好，油腻辛辣都不能吃，您慢慢养，我出摊了。她明知我非富即贵，却既不试探也不讨好，除了盼我快走，似乎只在意做饭和挣钱。伤口已经开始结痂，可以适当吃些荤腥，不过只能吃几块，不能贪多。从前在宫中，我从不重口腹之欲，为何住进陆家以后，整日都在想下一顿吃什么？这菜该配米饭，我能吃3碗。说的太对了，麻婆豆腐就是要配米饭。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家里没有米，米价是白面的5倍，我们很少买。怎么会这样？京城不种地，也有商人从全国运粮，只有麦收食才来，本地不产水稻，米自然成了稀罕物。精准解决大叶山的问题，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。说的太多，反而惹他怀疑。京城来的人，见识果然广。那当然。他不只是京城来的，还是太子。别看了，再多吃几个月，说不定就追上了。你从未说过身份，但我看得出你非富即贵。你认识简丞相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简丞相的嫡女简红喜，如今就在恒云城最大的青楼明月楼，求你救她，把她带回京城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什么人都不是，我和阿林一起被拐卖到这里，是他告诉我的。他碰这种事开玩笑，既然遇见了你，就等与京城搭上线。他还小，也许一切都来得及，即便晚了一步，带他出来也好过困在那里一辈子。求你去一趟，救救他。我答应你。陆烟，没有马。你知道马多少钱一匹吗？骡子便宜，草太快。我喜欢清静，
替我找个清静房间，再叫几个还未接过客的姑娘来。她叫什么？她叫灵儿。公子好眼光，灵儿还未接过客，已有不少贵客等着了。你现在叫灵儿，你不是叫简红莲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但我认识他爹。他爹是当朝左相。衡州、知州带况宇来过吗？不如请他过来一趟，他应当认识我。简姑娘应该说过身世，你们没信。我知道明月楼在朝中有靠山，只是不知那靠山有没有左相官大，应当没有。全大林比简丞相官大的只有皇帝。别说了，灵儿还没接过客，你把她带走，我们封死消息，就当此事从未发生。前后两定，你买它花不了20两，我10倍赔你，人便带走了。公子救命之恩，红绫永记在心。回京后，我一定报答。敢问恩人如何称呼？秦泽，我救你并非为了回报。安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可认识一个叫陆烟的姑娘？是她托我来救你回京。原来他一直记得我，他躲过凤娘，却仍想办法来救我。承恩公公府年轻一辈并无秦泽，先皇后唯一的儿子是太子齐渊。这个姑娘果然聪明。陌生人不能往家带，遇事不对立刻跑，有人动手必须反抗。打赢了见县太爷，打输了见阎王爷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银子，银子，等银子长大，多少能替家里看门。原著里陆家3口的结局，我绝不能让它重演。成了。陆姑娘，你家的调料不是一直不要钱吗？这个不同，是用芝麻磨出来的，贵着呢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先尝后买，不喜欢不花钱。这酱好奇妙，给我来一勺拌面。我今日只要面，加1勺酱。我就知道，没有北方人能拒绝芝麻酱。既然不叫乾隆白菜，总该取个像样的名字。以后命名权归你。你考上叫陆状元白菜，考上榜眼就叫陆榜眼白菜，考上探花就叫陆探眼白菜。那我要是都没考上呢？那它还叫酸甜白菜。腐乳、豆瓣酱，没有腐乳去，只能见麦秆上的毛改菌试一试。这还能吃？黑色不能要，剩下这些才有机会做成腐乳。20多日后才能吃，菌种不好控制，这一罐只留自家，不拿出去卖。腐乳配芝麻酱，豆瓣酱酱又能做无数道菜。再等1个月，家里的味道才算真正齐全。真好喝，比我以前熬的好喝多了。娘以前熬的不能算辣家粥，只是意思到了。今日木池不卖粥吗？1碗3文都未必回本，卖贵了镇上人又舍不得，只做给自家吃。归根爹你还是虫，吃食卖不上价。等去县城开铺子，定价会更高，还得算上房租。县学束胸1年20两，能进县学的人不会买不起一份食食，铺子就开在县学门口。到时再看县城百姓的购买力。购买力，这个词不错。哼。有热。爹娘，你们先去歇着，我守着他。没有6就不能擦身降温，不能擦身降温，先用冷帕，再煮五虎汤，至少撑到天亮。
天天在家读书也能受寒，多半是锻炼回来忘关窗，夜里吹着了。就这么一点冷风，也能烧成这样。刚舒服一点，不能吃多，晚些再给你做。以前总要病5、6日，这次3日便好了，已经快多了。以后加强锻炼，早上绕村1圈，暮时后再走1圈，我陪你。当初分明是给慎儿买的媳妇儿，如今住进一间屋，还处得像亲姐弟，仇人。陆姑娘，你怎么这么久没来？3日可等死我们了。舍弟病了，我在家他照顾3日，他已经没事。今日每样少一文，算我给各位赔不是。已经腊月15，该备年货了。这肠子没人要，送你了。肉有了，年货也该慢慢置办。正好去1点墨买些红纸，让陆胜把家里的春联写出来。我只写自家春联，用不了这么多。红纸又不值几个钱，你拿回去慢慢用，别同我客气。我本只想让你写写咱家的，宋公子送了这么多，不如多写些，明日同我出摊卖。没问题。春联5文一副，福字2文一张，一副春联加3个福字，10文如何？没问题。往年村里人也来找我写，虽不给钱，鸡蛋白菜却会送来不少。嚯，这字真好，小兄弟怎么卖？春联5文一副，福字2文一张，3张福字加一副春联，10文。你不自己攒着？攒着做什么？咱们买年货去。村里杀羊了50斤，我全要了。怎么买这么多？这得多少钱？1两7钱，将近2两。你们哪来这么多钱？娘，几日便能赚回来？陆胜今日卖春联还赚6钱呢。羊下水，中午解决，晚上吃涮羊肉。那我得赶紧把春联写完，晚上才能安心吃肉。芝麻酱、韭菜花、腐乳，这才是涮羊肉最经典的蘸料。这腐乳也该加到木石滩的蘸料里。东西长毛，不就是坏了吗？是啊，可它变得更好吃了。今年随年礼也该准备了。我只认识宋家，咱家还有别的亲戚要送吗？往年还走动姑姑家和外祖母家，咱家亲戚少，也就过年和大事时见一见。爹还有亲戚，
我来半年一个都没见过。他们又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，当然有亲戚。原来一个皇帝选择打不打仗，落到百姓身上，就是一又一个再回不来的父亲。从前读书，只觉得宫廷争斗离百姓很远，真正活在这里才明白，坐在皇位上的人如何想，与每个人吃多少粮、交多少税都有关。了解陛下如何想，对你以后考测问有帮助。平日多留一些。放心，我知道。不过你想得太远了，我连童生都还没考，没准考不过。考不过就再考。你才多大？过完年我都14了。说是14，其实才13。放在现代，刚上初一，考不上才正常，考上才叫天赋异禀。翻过年，你也14了，一般人家都该相看了。你有中意的人吗？是不是有人同你说什么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想问问你的意思。我没意思。若有人来打听，你别说我是你姐，直接说我是你的童养媳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了？我没有。那就先这么说，等你真有喜欢的姑娘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他让我说他是童养媳，却又等我有喜欢的人再想办法。他到底把我当什么？猪油和草木灰发生皂化反应，就能做出肥皂，两样家里都有，正好试试。不停搅，搅到像酸奶一样稠。年后拿去胭脂铺卖卖看。你去，我不爱同人打交道。什么都要往嘴里咬，真吃下去，我看你怎么吐泡泡。守着锅吃到第一口，总觉得自己被特别宠着。卖不完我都能吃，不会浪费。行，先10个试卖，不浪费。今日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，给他多点黏糊糊的吃食，免得他巴拉巴拉。银子，给你尝尝。你还笑？他什么都不懂，你也拿来逗他。这是东家夫人给家里备的年礼。今年做了些小买卖，劳烦告诉妹妹和妹夫家里都好。外婆，这位是？这是我爹给我定下的媳妇儿，特意带来给您看看。外婆，
熏肉卷饼好吃，腊肠一半甜一半辣，酸菜能做鱼也能煮面。还有这2块肥皂，不是吃的，同猪胰子一样，洗手洗衣都成。这些都是陆岩做的，可好吃了，外婆一定要尝尝。你们故意今日送礼，不会就是为了偷懒吧？明日你们2个必须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。这几天大鱼大肉，要给胃换换料。做只鸭子，为什么还要我给它吹气？皮肉分开烤出来才酥脆，别停，还没吹匀。吃它一口，要等近5个时辰。哼，你慢慢伺候它吧，我回屋看书。凡是有一点不好吃，我都不能容忍做它，要近5个时辰。以后开铺子，怎么也得1两银子一只。能不能有点谱？这么难做，怎么不值1两？值！你中了进士，做大官，我就去京城开铺子，卖他1两银子一只。放心，会有那一天。这么多菜，咱们4个人哪里吃得完？年夜饭要满满当当，吃不完留到明日，正好年年有余。骨头都取出来了，皮筋一点没破。要是划破，前面1个时辰就白忙了。同样的猪肉，为何做成丸子与直接炖肉味道差这么多？实在不知该如何解释鸡肉纤维。从没过过这么好的年，嫣儿真是咱家的小福星，她来了，日子越来越好了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衣服好看，我好看，都好看。年前送的腊肠真好吃，就是酸菜我不会做，我来。有鱼吗？
嫣儿，谢谢你照顾盛哥哥，辛苦你了。这点苦不算什么。会。娘，嫣儿姐姐做的蛋糕好好吃，比现成的点心还好吃。家事哪有本事要紧，如今倒像是盛哥哥配不上人家了。怎么不多带些？已经够了。洗衣有皂角，洗手有胰子，洗脸沐浴还有枣豆。客官想要哪一种？皂角太慢，席子味重，枣液又贵。有没有洗得又快又净还便宜的？哪有这样完美的东西？完美的东西我这里便有，你试试，又不要钱。如何？麻烦请东家出来，我想谈一笔生意。认识我的都叫我青娘子，顾客如何称呼？我姓陆，青娘子，咱们谈正事。请。20文一块。陆公子可知，我的猪胰子只卖15文，20文拿你的货，至少要卖30文，客人凭什么买？那便做2种，方块肥皂便宜卖，花形形皂高价卖，如何？这个可行，花形肥皂真能做出来。花形一定能做，其他样式要问我姐，一会儿我带她来详谈。家父是木匠，都能做，我还能做不同颜色、不同香味。普通的15文，造型的30文，以后特殊功效的50文。每块再让5文，我现在定下，我保证只供青岩房一家，整个腰山县能从我们这里拿肥皂的不超过3家。好。今日利器，可以啊，还知道让客人免费试用，不都是跟你学的？回家便研究颜色，让爹多做几套模具。锅底糊了，这不叫糊，叫锅巴。煲仔饭最好吃的，往往就是这一层。甜口18文，辣口17文。听说你们开始卖腊肠，剩的不多，你要我送你。家母有吃过，一直惦记着。我家都没有50根，得现做，做好还要晾10日。你现在给钱，合适吗？难道你还能吞了我的钱？为什么不直接剁成肉泥，还省力些？肉泥晒干容易发柴，切成小块，肥肉出油，瘦肉才会润。顶不住了，我去缓缓，晚饭不用叫我。活了10几年，他第一次被肉腻的，连饭都不想吃。忙了一天才挣1两银，一天净赚6、7百文，你还嫌少？你是真飘了。县市需5名考生互相作保，我没有同窗，
实在找不到另外4人，只能请宋兄帮忙。此事交给我。旧日私塾中有不少同窗，今年也下场，我再替你寻一位可靠龙生。宋兄，万分感谢。10文10个圈，前3排套中木桶换吃食，第4、4部兔子，第5排花灯。1个套不中，也送陆记2文抵用券。多做些，不止当奖品，3文1包，直接开卖。1个小零食3文，真有人买吗？试吃啊！10文10个圈，套中哪个拿哪个，1个不中也送2文陆记抵用券。你们行，你们来。家里4个孩子，加上他们娘，正好1人1份。大哥出门玩还惦记妻儿，这包算陆记送的。哎呀，只顾摆摊赚钱，元宵节都忘记做汤圆。汤圆还能包红果、花生、枣泥、桂花8宝，哪止这2种？肉馅汤圆，那能好吃吗？我不爱吃，但有人喜欢。南方还有肉粽、肉月饼，端午、中秋做给你尝。1奖，杯盘狼藉。杯盘狼藉，救命！古代竟也有谐音谜。不值什么，带着玩，以后给你和娘买玉的。县试要连考5场，每日天亮入场，日落交卷，一共5日。现在就去县城找住处，再晚考场附近1间客房都不会剩。大通铺还剩着，价钱也便宜，二位考虑吗？盛表哥、嫣儿姐，你们怎么在县城？你表哥要考县试，我们正找客栈。找什么客栈？住我家便是。我娘前几日还念叨盛表哥考试的事儿。考试几日全住家里，有吃有喝又清静，不许客气。临街一间带后院，1年40两，若直接买280两。县城已经算便宜，
以后到了京城，房价才叫高。安心坐下，安心等候。回家，回家。伯伯，大娘，胜哥回来了，好像考上了。考上了，考上了，第5名。你小子现在可以啊！娘，咱们是来祭祖的，怎么回去还多了一篮菜？都长到脚边了，不摘多可惜。晚上正好给你做馅儿。别人看花，你摘花，好好一个清明，被你过成了做买卖。桃花养颜，又正应春景，不愁姑娘们不买。桃花香气淡，等到丁香花开了，那才是真正的香气逼人。夏日做薄荷皂，清凉又能驱蚊，我真是大聪明。陆姑娘，今日还有荠菜肉包吗？给我来3个。丁香终于开了，走，摘花去。桃花是泡进油里蒸，丁香为何只铺在油纸上？薄花会不断散出香气，用油脂把香气吸住，每日换一层新花，10日后才能取用。这香味儿比桃花浓得多。香膏20文一瓶，丁香皂40文一块，我全要。3日考试费神，待考试路上吃，别只顾答题，饿坏身子。第8名，我正式成为任童生了。可是开元镇陆胜，知县大人召见，请随我去衙。我只排第8，知县大人为何连我也叫来了？我知你家贫，你如今已经是童生，不必等8月院试，现在便可进县学读书。学生也渴慕县学已久，只是一直囊中羞涩，今年才攒够20两。若有机会进学，学生定竭尽全力，不负大人期望。你呀，竟还不知道，白身入县学才要20两，童生免试1年只需5两，若8月考中秀才，只需2两，县学还会退你3两。我发愁了这么多年的树亨，就这样解决了？爹娘，盛哥哥要进县学，我也准备去县城开铺子，咱们一起搬过去。娘自然想跟着去，可这里毕竟是家，哪能说走便走？不是不要这个家，如今只是搬到县城，将来盛哥哥若去京城做官，难道爹娘还能不跟？再不久要麦收，我和你娘若走了，谁收粮？粮税官来了，谁缴粮税？你们把银子带上，2个半大孩子在县城，有他跟着，也免得受人欺负。还是县学附近那间铺子，1年40两，其实买下来更合算。钱袋都瘪了，买铺那么贵，当我是土豪姐啊？就要离县学近的，方便陆生去县学的时间，花的值。你还得去县学，我至少要一个帮厨，再找一个收银账房。账房简单，帮厨最好直接买人。长久待在厨房，难免看见你的方子。雇来的人若生2心，后患无穷。
等爹娘来了，可让娘收银。眼下先问问黄慧，她读过书，又是商户长女，管账不难。表哥，嫣儿姐放心，舅母来县城以前店里的账交给我。恩公，你是来带我们走的吗？这2个，你觉得行吗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救济过他们。你们叫什么？多大了？父母呢？我叫春芬，10岁，妹妹叫冬至，8岁。我们从俄州逃荒来，爹娘都没了，只能住在破庙讨饭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活不了。卖给人家做下人，好歹有条活路。先跟我回去，能不能留下，要看你们自己。今日来不及做复杂的，凑合吃碗面吧。快拌匀，凉了便搅不开了。我们也能吃这个？不然呢？还有我另外给你们做一份。我只有一条底线，忠诚。只要忠诚听话，每人每月2000银子，管吃管住，以后生意好了再涨。我们这辈子都不会背叛姑娘。陆吉铺开业在即，新品试吃不要钱。焖子、腊肠、鱼丸、蛋糕随便尝，不要钱，还有2文抵用券，先到先得。小姑娘，快开门吧，都等着吃饭呢。想吃什么，到柜台交钱领号，堂食带走都行，抵用券直接抵2文。我要试吃时那个焖子有没有？嫩子不单卖，夹在荷叶饼里5文一个，用了券只是3文。要。杂粮煎饼6文，鸡蛋灌饼加蛋加菜7文，熏肉大饼8文，全都现点现做。你要哪个？鸡蛋是这么灌进去的？您的鸡蛋灌饼。1碗豆腐脑，再加2根油条。2个夹子的荷叶饼带走。申哥哥，你就要去县学了，送套新衣给你，争取做大官。今日没剩多少超食，大家凑合吃馅饼。这是什么神仙家庭，顿顿吃肉？今年新中的童生来教素苏，姓名籍贯府试棉次。陆胜，开元镇人，府试第8。小小年纪考得不错。这些书由县学借用，不收钱。离开县回时要归还，千万别弄坏。我叫张传，是你师兄。每日晨时上课，卯时6刻开始晨读。你们这批童生都在丙3室3楼。县学学生每日3顿饭都不要钱，卯时、午时、酉时皆可来用饭。3顿都不要钱？对，1文不要。今日有劳张师兄，实在感激不尽。素串怎么卖？荤串呢？素串2文1串，3文2串；荤串3文1串，5文2串。买1串不如买2串划算，人人都觉得自己省了1文，他却每人都多卖出1串。小娘子，这腊肠能整根买吗？天热了，生肉不能在院里晾10日，腊肠暂时不单卖，只供店里串串。
今日总共卖了3413文，3两多，刨去成本也能净赚2两。今日开业人多些，往后未必还有这个数。哪怕以后只有今日1半客流，每月也能盈利30两，已经比我预想的更好。从前1个月30两，我想都不敢想，如今却觉得你还能做得更大。你今日怎么起这么早？现学晨读，以后我同你一起起，若没醒，你叫我一声。那早饭去店里拿。我先尝尝现学饭堂的。这粥可以当水，咸菜倒是够配2个馒头。我叫薛卓远，也是今年的童生。你总算来了，这层楼年纪小的没几个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快找不到了。他们为何都守在这里？都是给自家少爷送饭。午休只有半个时辰，饭堂又难吃，只能让家里送。中午也难吃啊！哼，你尝尝便知道。来，尝尝这个。我算是知道为何人人都让家里送饭了。他们家住县城还能送，我家在镇上，只能忍着，偶尔出去买一顿了。饭堂实在太难吃了，以后中午能不能给我送饭？朝食我也在店里吃完再去。中午可以送，朝食你带去，午时也必须在县学饭堂吃。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打开县学市场。饭堂做的越难吃，不越是在替陆记招揽顾客？他连我吃顿饭都不肯放过多打广告的机会。陆学友，早上只喝1碗粥？家里给我带了朝食。好香啊，这是肉味啊！不止，还有油香味儿。这饼是家里人买的。我家开食铺，就是县学附近的陆记，店里也有夹肉夹菜的荷叶饼。想吃我这样的，也可以向掌柜提要求。冬至，给你家老爷送去。老爷，老爷买了我们，自然就是老爷。随你们，只是不许叫我夫人，叫掌柜的。老爷，掌柜的让我给您送饭。知道了，你快回店里帮忙。陆胜好弟弟，让我尝一口行不行？这碗给你。昨日我吃的少，家里才多装了1份。不用，我尝几口便好，2碗都是给你的。饿不着我，你吃吧。怎么能这么好吃？我家陆烟做什么都好吃。没放鱼，为什么叫鱼香茄子？鱼香是这种调味的名字，你先尝尝，看它配不配叫这个名字。拌一点盐，隔夜不容易发酸。明日正好做炒饭。明日多带些。今日那1碗给了薛卓远，我没吃饱。怎么样，吸引到人了吗？再过几日，应该就有人找到店里了。听说你早晨也带吃的，我来看看。朝食只有1份，我可分不了你。你一直看也没用，他不会分你的。中午倒是让家里多带了，若有多的，可以分你们。中午吃什么？昨日剩了米饭，应该做炒饭，不确定。不过昨天他说要做炒饭，
炒饭是炒大米饭，我没理解错吧？没错。啊，那可有口福了，我家都没吃过几次米饭。掌柜，什么酱油不直接也上饭上？沿锅边先烫一下，生酱油味会散，留下来的才是香气。肉馅别摊多，太小吃不出肉香，太多一下锅便会掉出来。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，家里连白米都难得吃几回。这是茄子，里面还有肉，真好吃！敢问这饭从何处买来？这都是陆学友家里人给做的。我家是开食铺的，大家如果想吃的话，不妨去食铺看一看，就在离县学不远的陆记食铺。等今日散了学我就去。我是甲一班的楚天阔，各位学友，今日我们就算是朋友了。掌柜的，我们都是陆胜的同窗，看了他这2天带的饭才过来的，不知道贵店愿不愿意每日往县学送饭没？那当然没问题啦，给我们家陆胜送的时候一起。朝食、午食还是暮食，你们点菜呢？你就送和陆胜一样的就行。别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大家自己选比较好。能点菜肯定更好。掌柜的，那我们怎么点呢？这样吧，早上去县试前先来买上，然后定下吃什么。等到散学以后或者第2天朝食的时候，把食盒拿回陆记来。你们觉得可以吗？好主意，就这么办吧。掌柜的，您这儿的朝食、午食大概多少钱呢？这个咱们不同的东西是不同价钱，如果不知道想吃什么，也可以直接到班给陆生准备的。咱们这儿也有串串，荤串3文钱1串，5文钱2串，素串2文钱1串，3文钱2串，大家可以尝尝。完全可以。像这样一锅煮出来，鸡肉一柴，鱼肉腥气，现在不仅一点不腥，还鲜甜可口，酱也绝妙。这芝麻酱香浓醇厚，实在好吃。掌柜大才啊！掌柜的，你这手艺，去京城酒楼里当大厨，1个月最起码20两银子。会去的，但我就是去京城，也不是给酒楼都当大厨，我要在京城开铺子。有志气。要求会认简单的几个字。刘泡泡，好家伙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嘿嘿，我们直接跟掌柜的说，要跟陆僧一样的。果然跟着陆贤弟准没错。李二狗，陆谦。别人碗里的永远是最好吃的。怎么大晚上突然回来了？明日休，回来看看，明日下午再走。长得正好，今日全做成薄荷皂。快夏天了，该换凉快衣服了，拿回去穿。娘，再给我做一身睡衣吧，无袖短衫，再配一条到膝盖的短裤。露胳膊又露腿，怎么穿得出去？只在家里穿，又不给外人看，天热时睡觉多凉快。等下次休沐回来就能看到了。大狗，你有没有见到我家银子啊？就是那只大黑狗。你们去翠河旁边看看，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，好像是看着有一团黑，也没看清楚。银子！咸肉和蛋黄包进粽子里，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。如何？还是邪门歪道吗？
味道尚可，可以卖。选出你最喜欢的粽子，端午当日开奖，另征端午诗词兼填词竞赛，皆有粽子礼盒。不是为了粽子，单纯喜欢写诗。行，我信了。好啊，甜粽才是衡州正统，你竟投靠贤党！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吃了这么多年甜粽，也该变一变了。好吃响呀！好吃不就完了？吃都堵不住你们的嘴。不行，你非得说说你喜欢甜粽还是咸粽？这取决于我当天吃哪个吃腻了。呸！你这个墙头草，那楚师兄投的哪个？嘿嘿嘿，我肉投了2票，甜粽投了2票，我都爱，无法取舍。全价寸价走量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一开始都不觉得这个什么大赛会有作用，因为无论哪个获胜时刻都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当然有用。首先，这甜咸之争，无论在什么朝代，只要有嘴，就必吵无疑。人就是会忍不住为自己心仪的东西花钱助威。若把粽子换成10个各有故事的人物，连续3个月投票淘汰，最后让冠军成为陆记代言人呢？这也能挣钱？能挣大钱。薄荷膏能提神，驱人止痒。蚊香晚上点1团，也能睡个安稳觉。薄荷膏20文1盒，先给我5盒带去县学市卖。这么贵，真有人买？县学里最不缺犯困和挨蚊子咬的人。这是什么？薄荷膏，你试试。像冬日有人往我衣领里塞了一把雪，好东西，多少钱？哪儿弄来的？微微一笑，陆烟做的。哦，多少钱？嘿嘿，20文1盒，好兄弟给你打折，你给15文就行。这个不仅提神醒脑，还有一定防蚊虫的功效。被蚊子咬了，抹点这个还能止痒。真的假的？这2天快被蚊子咬死了。你试试呗。有点用啊，给我也来1盒。蚊香你们要不要？陆岩前2天做了个玩意儿，他说叫蚊香，晚上睡觉点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挨咬了。要！快到6月初3了，今年你生辰赶不上休沐，这身衣裳与发冠便提前给你。6月初3是陆生辰，家里从前没给他大办过，你给他煮面便好。生辰宴不就是县城的席面招牌？这个机会我绝不能放过。这是个啥？大夏天的夜晚，怎么甭撸串呢？撸串？明天你去把你的好朋友们全都邀请来，晚上来咱家，我给你置办生辰宴。我都说了不用大过，咱俩吃个面就完了。不行，我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总之你给我邀请来，当然了，长寿面也不会少了你的。羊奶能不能打奶油啊？打出来和牛奶打的是一个味儿吗？算了，万一打坏了也不敢喂给小猫吃了，还是不浪费东西了。
狗比我吃的还好。周公子若不读书了，来陆记干活，我保证你每顿吃的比他好，还有工钱。哼，等你有了妻儿，便知道银子有多重要。周兄若来，倒真能替陆烟做个管事。陆掌柜，今日准备了什么好吃的？夏天的晚上当然得撸串，夏天的风，春至冬至，来。酸中带甜，果香浓郁，还有一点药材的味道。难得的是还有些凉意，好喝又解暑。确实是用药材熬出来的，凉意是因为放了薄荷。别光喝不吃菜啊，吃菜吃菜。好香！快好了吗？这就好了，要吃辣的自己撒。我听到祖然说话了，他说我生来就应该和羊肉在一起，把我放在别处的人都罪该乌死。你们吃的也太快了，照这个速度，我一个人烤到天亮也赶不上。你去坐着歇会儿，我来。你们还想吃什么？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！这群人是真能吃啊！别光吃肉，吃点馒头片。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饱？饿倒是不饿，饱也说不上，总觉得没吃主食，少了点什么。啊！这么多馒头片还不算主食？吃着没觉得它是主食。不能吃辣便别勉强，我给你另做一份不辣的。不用麻烦，我能吃，只是从没尝过这种味道。那便喝点酸梅汤解辣。张师兄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今日的生辰蛋糕，寿星来切，给大家分一分。今日辛苦你了，坐下歇会儿吧。这个为什么不放在陆记卖？你买的蛋糕还少吗？加了桃子酱就是不一样。行，改日都上。你觉得张纯师兄怎么样？他好像很关注你。你的同窗又不是我的同窗，问我做什么？烧味真的没了，只剩奶香。先是茶香，后面才是奶香，这个叫什么？奶茶，无糖7文，加糖8文，甜度可以自己选。你少吃些糖，试试无糖，茶香反而更清楚。不放糖，果然更能尝出茶叶的香味。外面脆，里面又酸又甜，再给我装4个带走。前5金盈利已经稳定在2到3两，这批甜品把富户也带进了陆记。张公子，你不去上课吗？有些事想不清楚，去了也学不进去。能说给我听听吗？不知道还要不要读书。我已经是举人，我真正想做的是随家中商队四处行商。所有人都说，从读书人变成商人，是自毁前程。你跟商队出去走走，朝廷会剥夺你的举人身份吗？你已经是举人老爷，谁敢说你是最底层？说这话的人自己考上举人了吗？那不就完了？你到底在发什么愁？陆掌柜，又出了什么新鲜吃食？烤串，羊5文一串，五花肉和鸡肉4文，素菜3文一份，要不要尝尝？羊肉本就贵，其他烤串只比主串贵1文，分量却大得多。2串羊肉，2串五花肉。掌柜有顶剁的吗？这几串不够吃。烤馒头片1文1串，要不要？这个好，又香又顶饱，下回来只吃馒头片。只要你忍得住不点肉，
光坐着喝水我都不赶你。你在家穿衣也稍微注意些吧。我又没有穿出去，在自己家里，你也要管。唉，你开心便好。凉快的很，下次让娘也给你做一套。谢谢，不用。差不多行了，别笑了。其实在家光补子更凉快。家里还有你和春分冬至，成何体统？可用西瓜脆衣、桔梗、西洋参、竹叶和甘草泡水，暑气重，再添金银花，但方子寒凉，不可过量。今日吃烤串，免费送一碟凉拌西瓜皮，清冽解暑，要吗？你说凉拌什么？西瓜皮竟然真能吃，再给我们来一碟。清爽脆嫩，这是什么菜？炒西瓜皮。哦，这咸食摊的不错，里面放了什么菜？不会还是西瓜皮吧？早说过，好吃便行，管它是什么。我身体弱，他怕我院事前中暑，才天天换着花样做清热食食。7月7会拜织女，美满姻缘，你就出去玩一回，别再折腾了。那我和姐姐也要拜织女吗？求心灵手巧可以，求姻缘便算了，回头不如拜和二仙。为什么不能向织女求姻缘？因为他自己都没得到什么好姻缘，拿什么保佑别人？他们分开不是因为王母阻挠吗？故事说牛郎忠厚善良，可偷看姑娘洗澡偷走衣裳，再逼人嫁给自己，哪个忠厚之人会做这些？而且牛郎事前根本不认识织女，他只想留下穿红衣的仙女，无论那个人谁，他要的是一个仙女做妻子。人在极度弱势、命运受人控制时，有时会对加害者产生依附。所以，从牛郎织女的故事里，你们明白了什么？不要嫁给穷男人。穷不是关键，人品差才是。若有人用处境、名声或所谓逼你嫁他，不当离得远，最好还能打他一顿。一个人不成亲，日子未必难过；嫁给人渣，却可能要苦一辈子。这可能依斗加害者，真有这种事儿？当一个人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掌握，就可能把偶尔得到的善意当成救命恩情，误以为自己与对方同命运。我已经约了陆胜，那便一起。我也不想独自逛灯会。他在县学没有朋友吗？怎么非要跟咱们一起？他朋友多得很，想接近的人恐怕从来就不是我。陆姑娘今日真好看。谢谢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张川，你走陆四那边去，别挨着我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们两个那么高，一左一右夹着，我走在中间像掉进坑里。赶紧过去！哼！你不去试试？丢不起这个人，娘若在这里，倒一定能赢。这个我会，看我的！这不是陆记的陆掌柜吗？难怪3根都能浮起来。他若不手巧，哪能做出那么多新奇吃食？你连穿针都不敢比，头针却一根不沉，怎么做到的？针直接扔进水里一定会沉，但水面像有一层看不见的薄膜，只要将针小心平放，这层膜便能拖住它。那你为什么先蹭头发？为了沾一点油，油浮在水上，针也更容易稳住。他懂的东西怎么永远和别人不一样？别紧张，正常答就是。晚上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做。
张公子今日又在愁什么？那日听了你的话，我决定先不读书，跟家里出去走走。找到方向是好事，怎么还愁成这样？从前我拿科考当借口推掉爹娘安排的亲事，如今不再考，他们一定会催我成亲。你是暂时不想成亲，还是打算一辈子自己过？倒不至于一辈子不成亲，只是家里看重的我都不喜欢。没接触过，自然谈不上喜欢。你若真有中意的人，就去追求人家，姑娘愿意，你不就有成亲对象了？我可能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那不是正好？别只坐在这里发愁，去追啊！你说的对。张师兄来吃木食？哪是木食？他从朝时做到现在，3顿都在这里吃的。张师兄何时变得这么闲了？考了一整日，想吃什么？想吃点润肺的。你哪里不舒服？隔壁号房那位仁兄咳了一整天，咳得我都觉得肺疼。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。今晚便吃白菜豆腐。我刚考完，就不能吃点好的？这也是白菜？烂糊白菜，成本不高，热乎顺口，还正合你今日要的润肥。第3，陆胜，你中了，还是第3名。小小年纪2次都名列前茅，确实年少有为。多亏大人栽培，中秋将至，家中做了些月饼，晚辈将您视作敬仰的长辈，小辈给长辈送些节礼。既只是过节吃食，我便收下。往后仍要专心读书，不可自满。晚辈谨记。爹，这是陆记新出的点心吗？我怎么没在店里见过？陆记的东西很好吃。当然，尤其桃子酱蛋糕卷，又软又香。爹娘，陆胜中了，他中秀才了！好孩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娘，别哭，往后这样的喜事还多着呢。盛哥儿中了秀才，咱们是不是得办席？爹，你给村长送一盒月饼，顺便问问该怎么办。秀才最多能免多少亩粮税？80亩。村长知道的比咱们清楚，你看着吧，过不了2日，他一定来找我。秀才最多免80亩粮税，你家只有10几亩，余下60多亩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剩下的全交给您，分给哪几户，如何安排，您比我们清楚。不过我也有条件，过几日我们全家搬去县城，回来会少些，分到免税额度的几户，得帮忙照看我家的田。你放心，你家那几块地，几家人顺手便能照料好，绝不会荒着。陆省城似的，好瘦。原来这里便是陆秀才的村子。前2日陆记送到现摘月饼，我家孩子喜欢得很。忙完便回来吃午饭吧。村里没有食铺，横竖都要找地方吃，不如就在我家。本想来向陆秀才打个招呼，倒先蹭了顿饭。他们饿了一上午，下午还得赶路，炒一桌菜吃得慢，3种卤配1盆面，来得更快也更顶饱。
炸酱冷了也能吃，最适合先做。真正费时间的是这锅肉臊子。面得等人回来再煮，不然放久变坨了。人回来了，可以端面出来了。面自己想多少吃多少，3种随挑也可以混着拌，不够我再下。3种都好吃。陆掌柜若把这面放到县城卖，怕是又要排队。借你吉言，等回了县城，我便把这打卤面添进陆记。粮水已经收齐，我们还得赶去下一个村子。今日多谢陆掌柜款待，告辞。几位慢走。提前备好，客人来了只需煮面，省时又管饱。陆记的菜单又能添一样了。